北约启动第4条款，联手反击俄军入侵。波兰边境陈兵4万，准备战斗。欧洲发布战斗宣言，与乌克兰一起击败俄罗斯。莫斯科突发大火，6枚海马斯连击俄军阵地。俄军阵地奇闻，朝鲜士兵爬行偷发电机。西维尔斯克建30公里杀伤区，截断乌军后勤线路。乌军机器人穿越火线救人。俄罗斯用电焊修补炮管。乌军击沉黑海舰队军舰，突袭克里米亚指挥部。以军战机奔袭2350公里，摧毁15个胡塞武装目标。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军无人机空袭波兰后续来了，波兰启动北约第4条款，开始向俄罗斯施压。9月10日凌晨，俄罗斯无人机史无前例的大范围侵犯波兰领空，且不是误入或者失误，而是有预谋的袭击。波兰声称，在当地时间晚间10点30分，第一架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而最后一次入侵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6点30分，前后持续7个小时。截至目前，波兰已在其领土内找到16架无人机残骸，加上被北约空中力量击落的4架，至少有20架无人机飞入波兰。而为了击落这些闯入波兰的俄军无人机，波兰 F-16、米24、米17、S-70、萨博340、荷兰的 F-35 以及德国的爱国者防御系统、意大利的预警机都参加了这次战斗。事件发生后，波兰外交部第一时间召见了俄罗斯临时代办，对俄军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提出正式抗议。但俄罗斯临时代办拒绝承认这些无人机属于俄罗斯，佩斯科夫更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挑衅。这种莫名的即视感是怎么回事？俄罗斯说辞怎么和2022年2月否认即将攻打乌克兰一模一样，但最后还是入侵了乌克兰。俄罗斯从未正面承认过任何事情，却总干着不承认的事情。面对俄罗斯的狡辩，波兰自然无法接受。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强烈抨击了俄罗斯的说辞，称俄军在蓄意袭击北约国家。我们遭到了至少19架次的无人机攻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负责人卡拉斯也代表27个成员国发言，强烈谴责俄罗斯蓄意侵犯波兰领空，并宣布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只是尽管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提出谴责，但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强有力的回应。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不会将俄罗斯此举认为是袭击，摆出了一副缓和局势的态度。但火力军认为这不是北约认怂，而是拖延时间，同时再给俄罗斯最后一次警告，再犯就是动手。就像我们上期分析的一样，俄军无人机空袭波兰不是误入或者误操作，而是普京对北约底线的试探。欧洲心知肚明，最新的无人机飞行线路图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是误入，这些俄军无人机怎么会深入到北部港口格但斯克附近？这里距离乌克兰边境400公里，距离白俄仅285公里。而北约之所以拖延时间，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麻烦。德国总理梅尔茨指出，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暴露了北约防空弱点。仅20到24架无人机就试探出了北约的防空能力，摸清欧洲和北约的底线，这是北约当务之急最应解决的问题。对此，波兰启动北约第4条款，并向北约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和反无人机技术。截至目前，波兰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米亚克表示，瑞典已派来战机驰援。荷兰也决定在今年向波兰东部部署分层防空体系，包括2套爱国者系统、NASAMS 和反无人机设备，外加300名士兵。其他包括捷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和波罗的海3国等国，则准备提供援助。尤其是法国，直接派来了3架阵风战机。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社交平台宣布，将与北约盟友一起为保卫波兰领空和欧洲东翼做出贡献。马克龙称，已向波兰总理图斯克做出协助保卫波兰领空的承诺，并就此事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及同样参与防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进行了磋商。他还称，欧洲大陆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不会屈服于俄罗斯日益增多的恐吓。与此同时，波兰自己还放下身段，派出代表前往乌克兰学习击落无人机经验，并宣布关闭与白俄罗斯接壤的所有边境口岸，以及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派遣4万名士兵，来应对俄罗斯和白俄举行的西方2025演习，以免出现2022年俄罗斯借演习之名突然入侵乌克兰的事情。而且据战争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白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界和首都明斯克附近建造和扩建军事基地，可能将用于部署俄军的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
目前白俄方面还未做出回应，不过他们和莫斯科的军事联系确实在不断加深，波兰或者说北约因此不得不防。而率先启动北约第4条款，就是在警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弥补漏洞腾出时间。其实自阿拉斯加会谈后，当普京以来莫斯科谈等理由不断拒绝和泽连斯基见面，使和平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同时不断加大进攻力量，使用更多无人机空袭乌克兰后方的平民设施和能源设施，就说明俄乌和平谈判的最大障碍就是普京自己。现在俄罗斯把无人机发射到波兰境内，则验证了波兰新总统纳罗基的警告，即普京准备攻击乌克兰以外的国家。说白了，普京不想停战，甚至想扩大战争，而阻止战争让俄罗斯走回谈判桌上的唯一道路，就是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甚至要对这次俄罗斯入侵波兰领空做出军事上的反应，并祭出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虽然军事行动打击俄罗斯，以目前形势我们暂时指望不上，但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欧洲和北约已经开始行动了。阿姆施泰因会议结束，和俄空袭波兰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对俄发出了强硬表态，即用俄罗斯冻结资产向乌克兰提供60亿欧元用于生产无人机，并在盟情咨文中发出了战斗宣言，欧洲必须战斗。与此同时，9月11日，瑞典宣布向乌克兰交付第20批军事援助，总额达 9.87 亿美元，包括18门弓箭手榴弹炮以及155毫米炮弹和无人艇等装备。同时，瑞典还宣布，瑞典政府提议在2026年预算法案中额外增加33亿美元，并将对乌克兰的支持延长至2027年。也就是说，2026年和2027年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达到42亿美元。瑞典国防部长琼森直白表示，俄军未来可以期待瑞典和乌克兰给予的惊喜。除此之外，德国和挪威准备向乌克兰先转让2套爱国者系统，其中挪威还会额外向乌克兰提供1个旅的装备和训练，并将于2026年拨款8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英国则和乌克兰联合生产拦截无人机，预计月产量高达1000架。其他各国则也在尽自己所能支援乌克兰，如加拿大会向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捐款5亿欧元，又或是立陶宛提供3000万欧元，拉脱维亚500万欧元援助等等。总之，俄罗斯这么一搞，不仅没把欧洲国家吓走，反倒让欧洲各国清楚意识到共同的敌人是谁，开始步步收紧锁俄绳索。欧洲明白，相比未来陷入大规模战争，现在援助乌克兰一起击败俄罗斯才是最优的选择。另外，可能受此次事件影响，美国批准了对芬兰的新军售计划，价值高达 10.7 亿美元，这其中包括405枚 AM120D3 导弹，它的射程达到180公里，配备主动雷达制导系统，这是欧洲重新武装的又一典型。从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到加紧扩充军事力量，欧洲已进入准战备状态。乌俄战场上，莫斯科突发大火。据莫士新闻披露，莫斯科北部的洛布尼亚突发大火，当地的卡图尔仓库被点燃。现场画面显示，周围的多处区域被火势波及。据悉，起火的是一家储有电子元件的工厂仓库，可能与俄军的武器设备有关。目前火灾的原因还未被披露，但不排除是乌军对莫斯科发起的新一轮行动。与此同时，布良斯克州德鲁日巴输油管道的巴恩油泵站的损失有了新报道。据最新的卫星数据确认，该油泵站至少2处被毁坏。本次空袭发生在9月7日，在这之前，乌克兰已多次击中该油管，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对外的能源供应。乌军无人机的打击效果已有目共睹。话音未落，欧洲的打击也接踵而至。路透社援引美国能源部的说法称，白宫也获得欧盟的承诺，将在2026年就切断同俄能源的联系。届时，欧盟将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并可能转向和美国的交易。报道还称，俄罗斯8月份能源出口收入已跌至5年来最低水平，不及2022年的一半。接下来，俄罗斯还将面对欧盟推出的第19轮制裁方案，其核心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和金融部门。所以说，俄罗斯坚信的乌克兰将在俄罗斯经济衰落之前崩溃，完全不可能发生。战场方向，乌军6枚海马斯连击俄军阵地。库尔斯克至苏梅战线发生了一件战场奇闻。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一名隶属于俄北方部队集团的俄军事博主9月11日在库尔斯克州盖耶沃附近行动的朝鲜军队进行了严厉指责，称其对战场条件的准备不足，不仅不穿防弹衣，还在容易被瞄准的群体中行走。更奇葩的是，有朝鲜士兵通过在阵地之间爬行，从临近的乌军那里偷走发电机，结果被乌军无人机发现，从而引来炮击被团灭。最后，这位军事博主补充说，俄军没有为这些朝鲜士兵提供必要的培训、基本后勤或联络官，
双方军队之间缺乏互作性，称朝鲜士兵正在消耗和拖累俄军的战斗能力。顿涅茨克俄控区，乌军昨夜发起了突袭，据不完全统计，至少6枚海马斯导弹打向了俄军阵地。目击者表示，听到了约10起爆炸声，应该是乌军的导弹还击中了俄军弹药库之类的目标。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红利万至西维尔斯克方向，过去24小时，俄军在 M03 斯洛维扬斯克19姆高速公路构建起了30公里的杀伤区，其使用大量无人机封锁了乌军的地面交通线。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溃了俄军对马尔科夫和维罗柳比夫卡的进攻，目前已控制了恰索菲亚尔2/3地区。如果乌军能够在战机和无人机掩护下派遣一支装甲部队快速穿过 M03 公路，则可以直捣巴赫穆特北部。该战场俄军集群很可能会崩溃。与此同时，俄军在普雷德杰奇涅的进攻也遭遇溃败。不过，据康斯坦丁诺夫卡市长谢尔西·霍尔布诺夫表示，俄军连夜用 FAB-250 滑翔炸弹袭击了市区内的私人住宅，并造成了破坏。紧接着，第二天上午又使用多管火箭系统、FPA 无人机等武器袭击了该市的基础设施。托列茨克战场，乌军第12特种旅和第323突击团正在清理俄军的阵地，并俘虏了数名企图逃跑的俄军。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人为了伪装，甚至穿着裙子化妆成了女性。而在关键的红军村和多布罗皮迪亚方向，俄军企图发动新一轮狂攻。据不完全统计，从昨天至今，乌军共击退了对方大小24次进攻，俄军仍旧未能取得突破。战争研究所9月11日消息称，俄军正一边继续试图渗透红军村，一边通过与乌克兰平民互动散发宣传，试图让他们相信俄军在该地区的行动人数比实际人数要多。从2024年6月起，俄罗斯就不断通过社交媒体声称俄军马上要拿下红军村，失控、溃败、崩溃之声不绝于耳。但到目前为止，这战前只有6万人口、面积也不过30平方公里的镇子，仍然牢牢控制在乌军手里。如今乌军顶住了10万俄军攻势，接下来将发起新的反击，战况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另一方面，在昨日战场上，乌军第93机械化旅的地面机器人又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任务。据悉，当时一名叫亚尼克的士兵不幸踩雷受伤，乌军紧急派出2辆机器人，前后走了15多公里，成功将其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由此可见，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开始在战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应用于后勤救援，甚至还能直接参与作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下2张图。俄罗斯这个世界第2军已经沦落到使用古法电焊修补第3零122毫米榴弹炮的炮管了。此外，在扎波罗热州的马里托波尔市，据乌克兰阿特什游击队披露，俄军正在洗劫这座城市，其正用火车将大量金属向俄本土转运。插播一条消息，2025年9月11日下午13点30分左右，乌克兰空军第39战术航空旅的一架苏27在扎波罗热执行作战任务返回时坠毁，30岁的飞行员奥列克·桑德尔少校阵亡。乌克兰空军表示，坠毁原因正在调查中，并向奥列克·桑德尔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俄频道则没有宣布击落这架苏27战机，更多的是乌军战机在投掷制导炸弹轰炸俄军阵地后发生意外，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连续2天，乌军对黑海和克里米亚发起猛攻。据开源情报披露，9月11日夜间，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战队再次在克拉斯达诺尔平乡区新罗西斯克附近的黑海展开行动。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再是俄军的防空系统，而是著名的黑海舰队。战斗中，乌军锁定了俄军的一艘 MPS V07 多用途打捞舰，随后将其击沉。现场视频清晰拍下了乌军无人机命中该船的全过程，随即在海面扬起巨大的火球。该船价值6000万美元，俄方则声称船只没有被击沉，只是受损检修。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对克里米亚的维蒂诺地区发动了远程打击。由于俄军部署的道尔与铠甲 S1 防空系统未能成功拦截，导致驻扎该地的俄军深空通讯中心和第40指挥部受到重创。从前方披露的画面看，至少2架喷气式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在夜间造成剧烈的爆炸声。监控视频也录下了耀眼的火光。俄乌战场之外，中东方向，内塔尼亚胡发出强硬表态，并将继续轰炸胡塞武装。推的风格能否在2040年前交付，依旧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过 JAO 倒是有魄力，做了个壮士断腕的决定，那就是将一些依赖发动机升级的功能进行推迟开发。此外，一些不再必须的功能和组件也通通给砍掉，而这就有机会将交付时间提前到2031年。但即便如此，依旧比既定的目标晚了6年。当然，如此调整后的 Block 4尽管性能和功能与最初的目标相隔甚远，
但好歹新的版本进度和功能要求能让交付部署变得可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会趁着联演再度入侵北约吗？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